Hello，虎场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此沙，在良辰美景中饰演的是陈彦允，又见面了。最初遇见陈彦允这个角色的时候，她的什么特质是最吸引你的呢？他的所有特质，一方面是能文能武，再一方面是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有儿女情长、胸怀天下，特别立体、特别丰富，他有很多层次。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挑战一下。那这个角色其实跟往常你饰演过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嘛？那你是怎么去把握他的这种全程感的呢？其实跟之前的没有一个角色是一样的，他得收着，但是又得让你感觉到有气场的，杀伐果决的。有人在针对他的时候，他也是有手段的。前期我看了原著，然后看了剧本之后，也随着剧本的调整，去写字，去点香，去喝茶，学礼仪。就让他整个人都先让他沉下来。首先，我觉得他的眼神不能飘。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如果没有一些信息，或者是没有一些让他要有触动的点的话，他眼神都是基本上不动的，非常有定力。再一个就是他对每个人物的状态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看他在傅海莲面前的话，还是一个学生的状态，还是很尊敬他。那在景昭面前的话，前期是一个比较上位者那种态度在对待他，一步步发现这女孩是挺不错的，那就慢慢打开自己的心扉，去跟她交流。陈彦允其实跟你本人的性格反差还蛮大的，那你觉得三爷身上什么性格是你本人身上完全找不到的？我觉得好像基本上都找不到吧，因为毕竟她太优秀了，很多的品质都值得我去学习的。我觉得不管是对自己家里面还是对朝堂上的这种尔虞我诈，但是他又有很有手段去应付，运筹帷幄，然后对女生又是这么的温柔体贴，其实太多值得我要去学习的地方。拍哭戏的时候，你是需要酝酿一下的，还是那种说来就来的那种类型？突然间要拍一个特写的话，要酝酿一下，因为前面不连贯的。但是有些时候那场戏不是一上来就哭的话，其实大家演着演着，你只要进入那个情境，它自然而然就流出来了。一般都是借助一些相似的情节，就比如说生活中，如果生活当中找不到的话，我会找影片里面有没有自己看过的一些片段。如果也没看过的话，那就只能想象了。这个时候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脑洞要咚。那还记得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围读的时候，对，围读那天大家来的都齐，然后大家都在带着自己的角色在读自己的关于自己人物的情节，但是都穿着现代装，所以没那么深刻，沉浸感没有那么强，对，沉浸感没那么强。后来都换上衣服之后，又都挺不一样的。谁换上戏服之后会就让你觉得就是哇，就是有一种就是看到了震惊的感觉？陈三爷吧，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很少穿这种，但是很多披风，很多感觉，但是我是喜欢的。但一换上之后，我还能演这样子的角色啊！这时候就有点自恋了一下，还照镜子照了几下，左看看右看看，甚至后脑勺也看看。看到一些片场的花絮嘛，网友们就说你在片场有一种限定版陈3岁的感觉。对，因为有些时候抽离出来的自己会有一些比较开朗阳光的部分会露出来，然后跟任明老师也是几次合作了，所以大家都比较熟，就还是会开心一点吧。看你在片场是又有唱又有跳的嘛，那今天也体验了一下手势舞，那你自己什么时候会拍手势舞呢？我今天真的是从来没有一天跳过这么多，我今天真的是拼了，努力吧，我努力。还是那句话嘛 ，Be water my friend。你要到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是要灵活一点。所以我也在努力，在学习了，就是什么呢？在今天这种也是，其实我也有在练习，但是确实这个不太会跳舞。那一开机就要恢复到严肃啊，那有没有什么绷不住的那种时候吗？拍吻戏的时候基本上都绷不住，因为这个不仅要吻的看起来真实，还得吻的唯美好看。然后机位啊，怎么去照顾啊？导演要求也很高，就是这边亲完了，这边亲要转头，哇！所以有些时候要不够，再转一下。这对你来说是挑战比较大的吧？挑战很大。这个可比打戏啊，或者是角膜要比挑战要大。有网友说，就是此沙上下5000年，仙人野人都能演。你有没有看到这种说法？谢谢。
这个好像刷到过，其实我看到这样子的帖子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暗爽的。我对表演感兴趣，对表演这么执着，我热爱的一件事情被大家说哇，这些能演，那我就很开心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多去学习了，我也争取，确实都不一样，各式各样的野人、仙人确实都有，甚至是有3只眼的、2只眼的、1只眼的。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有意思的点嘛，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不同的人生。还有网友说明明97年的，但是看起来有一种年上感，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少年老成的影响吧，也是跟你的成长的环境相关。踏实的感觉，其实年上是踏实感。对，就是也挺好的。作为艺人，作为演员，就是给大家去评论的。然后当然了，你认可我所饰演的角色，我肯定是更加高兴的。你要如果对本人感兴趣，这么去评论，我觉得七军的气质也不是不好。就是看有什么写书法的视频嘛。那你本人有没有一些比较老式的爱好呢？养绿植、养花算吗？算啊。点香这些我都会，但是我觉得我有静的有动的了，所以这一点也是跟三爷是比较相像的地方吧。其实我神秘起来、安静起来也很安静的，就是安静到你就不说话是吗？对，但是动起来确实也会很闹腾。是什么会触发你这种，就突然一下感觉就抽象起来了？就比如说现在我就很开心，就是我自己也说不好，真的。就聊着就聊开心了是吗？对，看心情，然后看氛围，你看打造这个氛围也很好，然后也让人也很放松，那就说不定一会儿又跳起来了，一会儿跳出镜头外了，一会儿就表演一段刚刚学的手势舞。因为我之前看了你直播嘛，就是年初的那个，就是真的很抽象，很颠覆。其实还有更抽象的，有机会我要想去挑战一下喜剧，大家看到不同的另外一面。那在直播的时候嘛，粉丝就是各种称呼都已经招呼上了，有没有什么你至今无法理解的？其实我一开始叫我什么萌男是吧？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猛男，然后他叫萌男什么老婆什么，还有我都还有这样的称呼。到后来，哎呀，觉得就是大家习惯，这是你们的自由。你习惯了吗？我努力习惯吧，还是大家开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你们记得去支持我所饰演的角色。去年也拿了奖，然后今年年初又上了电影，然后现在电视剧又在热播嘛。那对你来说有没有说解锁很多第一次参与的场景呢？第一次去到了洛杉矶，第一次去了新西兰，那去这些地方都是正好给了我一些特别鼓励的一些奖项。回来之后又去了香港的金像奖，也是第一次，然后还让我去做这个酱园弄的推荐人，在那个氛围之下，在交流电影的感觉还是挺奇妙的。然后也是都算前年了吧，也是第一次去了戛纳，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奇妙的一些解锁。之前在山里的时候没想过这些，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要积极向上的往前走吧，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只要尽可能的让自己开心开朗，然后尽可能的吸收阳光，吸收自然之气。人生就是来体验的。有没有刷到过大家说你是港风天才的这种说法？港风？因为你去年不是去拍了那种香港街头的那种照片啊什么的。对，你这么一说，我是刷到过的。其实没有刻意的去要营造港风。对，港风啊是什么？我这个发型也不是刻意一直在留，其实我也剪过去演过一些角色，有剪过的，比如霍元宗，只要大家看起来舒服，说起来开心，那就是我作为艺人的荣幸了。现在就是一部戏一部戏合作下来嘛，有没有一种在港圈集邮的感觉？那真的是，以前在现场，在老家，一开始都看不到那个录像带，我们只能看露天电影。那露天电影那时候，可以放这个狼牙山武壮士，还有成龙大哥的、李小龙的。到了录像厅之后，能看到发哥他们，有这个梁家辉老师他们，有梁朝伟老师他们，哇！没想到现在就跟你合作，现在慢慢好多都合作过了。那确实是跟大哥、跟曾志伟老师、跟古天乐老师、刘德华老师、峰哥、任达华老师，慢慢的就觉得好开心啊！继续集邮吧，很纯粹的想法就是梦想实现了。那确实跟大哥都打上，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质感的演员，会思考的演员吧。
其实学无止境，做演员才刚刚开始。那如果有户外的综艺或者户外的那种纪录片邀请你去做主理人，你想拍什么样的内容？我肯定是想拍跟自然相关的，跟动物相关的。其实我对综艺也一直都不排斥，但是目前还是专注在演戏嘛。我准备了6条，然后你来判断它是对还是错。第一个，此沙给陈妍允写了3万字的人物小传。Yes， 但是有写了人物小传，但是有没有到3万字我不确定。此沙手机里面最多的照片是风景照和花。Yes， 里面全是要不就是马的照片，要不就是山的照片，要不就是自然相关的，还有一些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都会截屏下来，或者是在他们的首页上去保存。第三个，此沙骑马从来没摔过。No， 摔过，一开始还不会骑的就会摔着就会骑了。第四个，此沙的人生信条是干就完了。Yes。第五个，此沙想演纯坏的反派。No， 我觉得我理解人物的话，他没有纯坏的，肯定都有理由。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就算你去演反派，也是希望他是有个层次的复杂性，这样子才会演到。第六个，此沙蹦极的时候心率只有120。Yes， 多锻炼就好了。